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脑机接口解锁人体全息运动地图。这项研究来自斯坦福与 BrainGate 刊登在《自然》，它颠覆了100年教科书中的运动侏儒图理论。前中央回的神经表征是交织的全息马赛克，全身各部位信号在同一个皮层点都能被检测。团队使用植入式微电极阵列记录单神经元放电，每个电极都能同时响应说话、动手、抬脚等意图。这种混合表征是普遍现象，为脑机接口开辟新路。未来极简植入有望实现全身控制，开创新纪元。传统运动侏儒图将大脑皮层按身体部位严格划分，腿区、手区、脸区被描绘成互不重叠的独立区域。这个模型源自上世纪30年代的电刺激实验，当时的表面电极只能激活大片皮层区域，这种粗糙技术难以区分精细的神经表征。因此，现代研究者质疑这种泾渭分明的划分。长期以来，肢体在大脑中真的是完全隔离的吗？重新审视100年教科书理论正是突破的起点。过去的技术只能看到数百万个神经元的模糊合唱，功能核磁共振与脑电图的分辨率都太低，它们无法区分单个神经元的独立电脉冲，这导致大脑运动地图长期停留在粗糙拼图阶段。如今，植入式微电极阵列实现了单神经元级解析，96根微针直接记录每一个动作电位的尖峰。这种技术代差让隐藏的全息马赛克终于显露。高精度测量是颠覆100年认知的核心武器。大脑前中央回存在一幅全息马赛克地图，神经表征高度交织，身体各部位信号重叠在一起，在 PCG 任意位置都能捕捉到全身的运动意图。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运动皮层严格分区的认知。证据来自植入式微电极阵列记录到的单神经元活动，神经元对多个身体部位同时响应，而非专属某个区域。这种全息编码方式正是意念控制的底层逻辑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未来脑机接口可借此实现全身解码。微电极阵列是脑机接口读取意念的核心硬件，它的尺寸仅如阿司匹林药片，极其小巧。阵列上的所有96根微针直接刺入大脑皮层，每根微针能精准捕捉单个神经元的动作电位。这种技术能提供极高的信噪比，确保信号纯净。它是当前脑机接口领域最前沿的信号采集硬件，凭借单神经元级精度，可直接监听独立电脉冲。这为大脑运动编码研究提供了高质量数据。这项研究招募了8名重度瘫痪参与者，他们包括脊髓损伤、渐冻症和脑干中风患者。研究者成功植入了20个微电极阵列，每个阵列可捕捉单神经元动作电位信号。实验共测试了46种独立运动意图，动作涵盖发音、面部、手臂和腿部等部位。这是前中央回单神经元层面最全面的测绘，为全息马赛克地图提供了大规模证据基础。前中央回在中央沟前方，是布罗德曼6区，它一直被认为是控制随意运动的核心脑区。研究 PCG 范围从顶部手臂区到底部舌咽区，因此研究能同时监测上肢与口面部神经活动。广泛覆盖是后续全息马赛克发现的空间基础。与传统成像不同，这里是单神经元精细测绘， PCG 位置决定了其运动控制枢纽的地位。理解解剖边界有助于解释不同部位信号交织。意念实验通过准备、执行和归位3个阶段完成。屏幕先提示目标动作，比如闭合右手。参与者身体虽瘫痪，但脑海中强烈尝试执行。此时神经元放电率瞬间飙升，形成尖锐脉冲。停止尝试后，神经信号快速回落到底线。波形图清楚显示了执行阶段的显著峰值，这证明纯意念就能有效激活运动皮层。它是脑机接口意念解码的关键实验设置。同一根电极能同时响应说话、动手和抬脚，这打破了传统认知图中3条曲线在 t 等于0时刻同时出现脉冲峰值。青色曲线代表说话，红色代表闭合手部，蓝色代表抬起脚踝。它们都在同一个电极上爆发了强烈放电，这说明神经元并不专属于某个特定肢体，它们具备高度的混合表征能力。这种一心多用现象是脑机接口解码的重要基础，它提示大脑运动皮层存在全息交织的神经编码。热力矩阵分析从海量电极中揭示出颠覆性规律，极高比例的电极同时对1到7个身体部位调谐，
并且在前中央回的各个角落都观测到同样现象，全身运动信息以高度重叠的方式交织在每处。混合表征并非偶然特例，而是大脑的普遍常态，它构成了前中央回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。传统严格分区的侏儒模型在此证据下失效。运动地图本质是一幅动态的全息马赛克结构。研究人员将前中央回重新划分为4大功能主导区域，背侧臂和手区位于最顶端，主导手臂与手部运动；中部发音区专门处理语音与发音动作；腹上侧口面区主要控制口面部肌肉运动；腹下侧发音区同样参与语音输出过程。尽管单个神经元响应高度混合，整体仍呈现这4大分区。这一划分基于单神经元记录的极细力度证据，它为未来脑机接口的目标区域选择提供了清晰指南。背侧臂手区位于前中央回的最顶端区域，该区域绝对主导手臂与手部的运动控制，但解码器依然能够从中读出面部运动的意图，甚至还能从中捕捉到腿部动作的微弱神经信号。雷达图显示，手臂方向的信号响应强度最高，面部和腿部方向也有少量的信号分布存在。这证明经典运动区并非完全专精于单一肢体，而是全息马赛克图谱的又一有力证据。大脑为说话功能专门配备了2个发音中枢，这2个区域位于前中央回的中部和最底端，它们对语音产生和精细发音动作有极高偏好。传统运动地图从未揭示这种双重结构，这一全新发现为治疗失语症提供了黄金靶点。植入电极时需精准定位中部和底部区域，针对这2个区域植入电极可解码语音意图，这有望帮助失语症患者恢复流利交流。第3个区位于2个发音区之间，被称为腹上侧区，它意外地成为全身运动控制的全能王。该区不仅主导面部动作，还对4肢运动同样敏感。它的调谐广度和解码准确率足以媲美顶部专业手臂区，这意味着单个小阵列即可解码全身多种意图。这一发现为脑机接口提供了极佳的补充靶点，只需少量电极就能实现广谱运动解码。它有望帮助瘫痪患者重获灵活的身体控制，大脑不会为每个动作单独存储神经编码。左右对称的肢体动作共享同一套底层神经密码，比如握紧左手与右手，神经活动模式高度相近，镜像关联揭示肢体之间广泛神经共享与重用。大脑把身体视为整体协作系统，而非孤立部件。这一发现挑战传统，即每个肢体有专属区域。它为设计通用型脑机接口解码器提供依据。理解共享密码将简化多肢体神经抑制方案。相关性矩阵给出了左右肢体联动的直接证据。矩阵中那条深红色对角线十分清晰，它代表左右相同动作的极高神经相关性。这种相关性跨越整个前中央回区域，即使在传统脸区也能检测到4肢信号。大脑并未将身体部位严格隔离处理，它将全身运动意图视为协作整体，这为多肢体同步控制奠定神经基础。单神经元信号是混杂的，如同一个被打乱的魔方。循环神经网络负责梳理这些时间序列数据，它能从噪声中提取出真实的运动意图。RNN 学习每个动作对应的神经放电模式，最终输出精准的预测结果，比如想动哪根手指。系统还能判断患者想发的具体音节，这一过程将大脑信号转化为可读的指令。它揭示了意念到现实的关键路径，仅凭单个微电极阵列即可解码全身动作意图。阵列植入位置是腹上侧区，代号 T12 版本1。AI 算法能区分多达46种不同的运动意图，整体解码准确率达到了惊人的 86%。混淆矩阵的对角线清晰可见，验证了预测的高一致性。这意味着单个植入点就能覆盖全身运动控制。这一结果为极简植入方案提供了直接证据，它让全身意念控制从构想走向了现实。为治疗失语症，研发团队制定了全新植入策略，全新靶点锁定在中部和腹下侧双重发音区，同时要避开功能泛化严重的腹上侧区，这样才能从大脑中获取最纯净的语音信号。大脑模型显示，2个发音区被蓝色方框瞄准，中间的紫色区域被箭头排除在外。精准狙击双重发音区可帮助恢复流利交流，避免干扰区域是提高解码质量的关键。运动植入策略目标是治愈高位截瘫，实现全身意念控制。传统靶点背侧臂手区被新发现的腹上侧区补充。
腹上侧区能解码全身多种动作意图，仅需极少数电极阵列即可实现广谱运动控制。一点通，全身的效益可大幅降低植入风险，意义在于提高脑机接口的临床实用性和安全性。患者可能仅靠单阵列获得全身意念控制，这一策略有望改变高位截瘫的康复路径。测绘精度从电刺激跃升为单神经元级，区域划分从隔离运动侏儒变为重叠全息马赛克，功能模型从单肢体控制变为4大分区组合编码，临床意义从单设备控制变为单节点解锁全身。这4个对比维度共同勾勒出认知的根本跃迁。过去100年认为大脑皮层像拼图般泾渭分明，如今实验证明神经元高度交织编码全身动作。这一转变将重新定义脑机接口布局与算法设计。这篇发表于《自然》杂志的研究成果颠覆了100年运动皮层地图。借助单神经元分辨率记录，发现前中央回是全身运动信息的全息马赛克。这一全息编码机制为脑机接口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。未来有望用单个阵列实现全身46种动作的高精度解码。但当前结论仅基于8名参与者与20个微电极阵列。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是验证普适性的必经之路。解码算法长期稳定性与植入安全性仍需工程优化。神经抑制新纪元已开启，但基础转化仍需耐心。持续关注这项研究如何重塑人类运动与交流自由。